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状况其实还没平息，那甚至现在连日本的媒体都在批评高市。好，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其实就是说他4个字：不自量力。好，这是朝日新闻他发表题为《安保3文件修订令人忧虑和平国家变质》的社论，他就指说高市在安保政策上面进一步的增加防卫费，大幅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政策，甚至考虑重新讨论被日本视为国策的无核3原则，所以他就直接批评说，高市早苗你不自量力的追求防卫力量，很有可能会改变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一个性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日本的内部其实对于高市早苗目前的作为，其实有反弹声浪。好，不过高市早苗可能还是被数字迷幻因为他目前在年轻人的这个眼里看起来有对中反制所以他的民调是比较高的。但问题是要注意因为这个对岸也不是吃素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其实现在又被爆料说，高市早苗在这个去年跟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当中花了8384万日元，但是当时是仍然败给了支出只有42万日元的石破茂你可以看到这个每日新闻他们这个部分有被这个列出来所有的这个价钱当时花了多少钱。好，那这部分现在中国大陆的民众蛮好奇的，所以一度也成为了微博热搜还有百度热搜的第1名那现在也要看到中国大陆是持续的在追问，那我们就看到是有致函给联合国，那这个中方是希望这个古特瑞斯要注意日本正在重新武装。好，那这是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他就讲说，其实日本在向国际社会完整的准确回答在台湾问题上的台贯立场是什么。那要请古特瑞斯注意其实日方早就已经突破专守的防卫，正在重新的武装。不过日方这边有一些回应他们的官房长官特别也讲到，强调中方说法并非事实。那现在中方到底要什么呢？其实他就是要高市早苗收回他的错误言论。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是要求高市早苗这件事情，那他就说日方对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再遮遮掩掩，含糊其辞，连完整重申日方的立场都无法做到。他说我们敦促日方老老实实的回收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对中方的政治承诺。好，那当然也看到了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在记者会上面也有特别被这个中国大陆的记者问到说，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呢？好，他有所回应，我们听一下。1972年に当時の日本の外務大臣、大平正義外務大臣が国会答弁で、台湾問題は基本的に中国の内政問題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答弁されました。当時のですね、大平外務大臣の答弁は答弁の通りであります。議事録を読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分かると思います。日本の立場というのは一貫しておりまして変わっておりません。それ以上についてもそれ以上でもそれ以下でもございません。好，现在日方对于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真的都是完全的保守以对担心又说错话了。好，那我们看到高市的言论其实在日本国内反弹声蛮大的，也有一些是希望真的就撤回错误言论吧。我们看到这是日本的国宝级歌手这个藤登纪子，他说虽然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先生认为首相已经撤回了发言，但是他没有听出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希望高市早苗能够再一次的明确撤回他的言论。好，主要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高市的发言确实太过轻率了。我们看到这是日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古贺茂明，他认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一直以来都是理解并尊重这个立场为基础。好，但是高市却发
发表了非常轻率的言论，他认为这是日本国民愤怒的事情。好，日本媒体也有特别讲到，其实日本的跨党派组织叫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他们的会长之前也向中方传递了说希望派团来访问中国的请求。那这个报道就说，其实这两个团体请求访华的背景就在高市早苗的这个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的关系急剧恶化。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日本有一部分的人还是希望赶快跟这个中方的火气大家都降温才好，所以也有递出橄榄枝。但是目前中方的态度就是要收回错误言论。好，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出招其实也让日本蛮痛的，因为连结关西机场跟中国的12月第2周的航班数量将比预期的减少34%。好，原本计划每周是525班，但是12月的第2周将减少到348班，所以预计2026年的1月起这个航班平均就会减少28%。好，那在昨天日股整个是大跌急挫了1000点高市早苗的安倍经济学难产那日本的央行已经基本暗示要加息，高市的安倍经济学现在幻想被实现给击破了，日本市场将从宽松的泡沫回到加息的时代的残酷轨道。好，那现在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关系难分难解，我们先问赖老师。日本从满清时代就侵略中国然后所以才造成台湾的被日本殖民。民国时代的时候又继续侵略中国，杀了几千万的中国人，也在台湾也杀了几十万的台湾人这就是日本当这样的一个国家碰触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大陆也好，我们台湾大部分的民众也好，其实是极为敏感的，除了少部分台独的不认为我们是中国人的那些人以外那当然主张台独了，他们当然就没有资格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因为本来台湾就是属于中国大陆，这是没有问题的。1972年日本也是这么说日本也是认为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这个是很明白的。2次大战结束了以后，联合国的成立也是针对于军国主义跟法西斯，战后的国际秩序就是建立在对于军国主义跟法西斯的处理上而建立起来的秩序。那现在的高市早苗要颠覆这个战后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大陆的驻联合国的大使当然要这个秘书长来处理，也就是你日本，你到底对于台湾的立场你是怎么样的立场，这个是不能回避的，你不能用一以贯之来解释，因为一以贯之你就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你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过去日本在战后被美国人占领，美国人统治的时期，美国人帮日本人设计了一套宪法，那也就是现在的这套非战宪法。这个非战宪法到目前为止没有被修改，所以理论上讲，在日本它还是根本大法，还是存在。那既然是非战，日本永远只能够是自卫队，日本不能够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自己也提出他们是非核三原则，就是无核三原则。但是以现在的高市早苗来说，他要整个都颠覆了，整个都推翻了。一旦推翻以后，你日本当然那就是中国的敌对国了，因为中国已经在联合国已经宣布，也提出来那么敌国条款。那也就是说，你日本这样的一个军国主义者，你竟然直接宣布要跟中国大陆作战，所以你已经是中国的敌对国。你既然是中国的敌对国，当然中国的导弹就会对准你这个敌对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也就是第二个就是你又要修改废除无核三原则。那以你日本过去曾经私自囤藏了很多的核原料，也就是后来是被国际能源组织抓到，也就是日本的过去的右翼政府私自囤了好几吨的核浓缩铀的原料，那不交出来。那很明显的，石原慎太郎他讲的话是对的，也就是过去的日本的东京都的知事石原慎太郎说，我们3个月可以做出核弹，那他是有所本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现在高市早苗这个军国主义者，
你又宣布你是无核三原则的话，那当然中国大陆的核弹就会瞄准你日本。坦白说，本来没有导弹会瞄准你，没有核弹会瞄准你，那你现在你已经把你自己的日本都改变了。那现在以日本来讲，真的是自不量力。所以朝日新闻的评论其实是站得住脚的，这叫做自不量力。为什么？因为国土面积小，人口多，工业带集中在东京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日本，要跟中国大陆来打仗，坦白讲，大陆不需要出动地面部队，战场就是用在日本本土上，只要用火箭军、用空军、海军的方式来轰炸你日本就够了，不需要派地面部队的战争好打多了。美国当时在中东地区不用地面部队的时候，我可以炸你6个月。当时他炸伊拉克就是炸你6个月。现在看看你日本，你的本土经过多少轰炸，你试看看。我觉得过去的战场在中国，以后的战场就在你日本本土。好可怜，这是日本人民啊，将军。日本从2次世界大战，它以一个战败国哈，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它经济可以复苏的这么快？我觉得有2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来讲，不用负担军费，省下很多军费的负担，那将这些钱可以全部用在国内的经济建设，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发了战争财，有2场战争，这个对他来讲他是获利者，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那美军因为去打越战跟韩战来讲，都以日本当做这个后勤维修的基地，所以他因此而发了战争财。当然，后续来讲的话，他现在来讲，我们看几个国家哈，这个2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为什么大家对德国、意大利不会有太多的这种疑虑跟戒心，反而对日本来讲充满了戒心？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对于周边国家的欺凌以及这个残忍的对待，那让这些国家这个痛恶在心了。当然，这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韩国、包括到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由于你已经在军事上面被阉割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你也没有敌意，大家整个在中亚地区可以和平相处了这个80年。但是现在日本你居然想要恢复军国主义，当然周边这个国家当然非常疑虑，也非常担心。那怕你军国主义又恢复以后，你会不会再欺负其他国家？为什么大家会对日本这么疑虑这么深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岛国嘛。你看日本来讲，这个岛国它国土没有任何的纵深，对不对？然后四周环海，国内没有什么资源，那甚至于没有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这能力了哈。所以他就每天活在那种杯弓蛇影，每天活在那种不安全感状况之下，稍微有一点什么事情，他就对外发动战争，用发动战争。历史上面证明是如此，不管是我们看到日俄战争，或者清华战争，或者是珍珠港偷袭的事件都是因为这种心态所造成的。那他的日本国民这种心态有没有改除掉？没有改除掉，因为战后来讲，他们的历史教育来讲，从来不承认清华战争是错误的，从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日本的年轻人这一代来讲的话，他不晓得那代历史这历史叫错。但是确实，日本现在确实是不自量力。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日本我们都知道它是岛国嘛，如果用军事眼光来看的话，它就是所谓的海权国家。那历来也就是如此。我们不管是从甲午战争或者是珍珠港事变那都看出来它是一个海权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陆权国家。那中国大陆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是属于一个陆权的国家，跟俄罗斯一样你不要到国土来打，那我因为没有海权，我对你的这种这个攻击性来讲的话，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可是你如果到我陆地上来打仗的话，你一定必败无疑。所以那个时候，中国跟俄罗斯2个是属于陆权观念的国家。可是你要知道，高士可能忘了评估一件事：中国大陆的国力，尤其是军力来讲，已经从陆权已经发展到海权。你看现在解放军来讲的话，它几乎所有展示出来的武力，哪一样不是在海上作战？包括3艘航空母舰，包括075、076，包括这次93阅兵它展示出来的弓箭的这种各种对舰攻击的导弹甚至于东风21，甚至于它的轰6所携带的导弹都是对海对舰攻击的导弹。所以当大陆已经发展成海权，我觉得日本来讲的话，可能还停留在2次世界大战那个观念，认为中国大陆还是个陆权国家，所以他敢这么嚣张在美国撑腰之下，联合台湾、联合菲律宾想要对抗中国大陆。但是真的是你要去认清楚一件事情，你虽然说现在来讲你有一些海军的实力，可是跟中国大陆比较起来的话，你的海军的实力可能跟中国还是要落差一大截。你必须要认清楚事实，不要再自不量力了。郝边教授怎么看？
高市早苗的不自量力是涉及到3个方面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日本本身就没有资格要发起这一场就是现在的气势非常宏盛想要这个跟中国要是这个真的在军事上要拼一下不自量力。然后高市早苗本身在日本的政坛的影响力也是不自量力。实际上的话呢，现在慢慢的话呢，在这个1个月不到的时间，大家都陆陆续续感觉到这个话说错了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在整个这个就历史上来讲，他不自量力，就是对于中国人对于这个日本的历史的仇恨，新仇旧恨，这个账没算过。我们这里莫名其妙的闹出一个以德报怨，违背孔子孔子说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怨的话呢，有一点矫情我不晓得哪里冒出来的。所以说大陆那边的话呢，也不要讲我们基本上的话呢，在整个长期来讲，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大陆会如此生气？这个事态之严重，这个外交事态之严重，前所未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会到了这种地步。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高市早苗说出来的话，他是有意的说出来，这我们潜意识当中对于中国的整个蔑视跟轻视我用一种情况大家就可以了解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这个日本人的话呢，甚至于连台湾人都看不起。但是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过。我们平常之间往来的时候呢，有一种基本上的礼貌，不会把意思的话这样子大啦啦的说出来。这个话说出来的话呢，对于整个中国人对日本来讲，长期来讲，我们战后的和平能够维持，谁都知道日本好，日本舒服，但是日本人看不起其他人，是一个日本人自己都不敢说出来的事情。你现在高市早苗居然对着中国整个说出来，就是你不要埋怨大陆人非常生气。所以零件当中对于野田佳彦讲说他已经把这个话收回去了，大陆基本上认为这是在唱双簧。所以说你要老老实实把你话收回去，然后道歉。最好的话呢，你就是这个首相也不要干。但是高市早苗仗势的他自己认为自己好像有这么一点这个民意的支持，这个民意支持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在面对战争的情况是靠民意的，实际上是靠实力的。那么我们自己要强调，为什么说大陆这边解放军会动员到这种地步，这也是前所未见，因为这个的的确确是太难得的机会，这是日本人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下来，然后要你把它活埋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了解，那日本本身，我补一个有关于日本的央行要加息的事情。日本现在是全世界欠自己债务最高达 GDP 的260%的情况下，你想想看，他如果一加息，日本的日元的话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日本的政府要负债到什么情况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日本做这种事情，整体来讲，慢慢大家都会发觉，真的是不自量力好，就看得出来日本内部其实就像压力锅一样，而且现在如果中方这个又引爆的话，哇，恐怕不得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中日之间的矛盾最担心就是升级成军事的行动。不过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也就是说共军动作确实频频。来看到这个是解放军发布的演练视频，好，聚焦在海陆空全域的训练场景。好，我们看到画面他们说是带着耐心跟热情训练为题聚焦解放军海陆空全域训练的场景。那你可以看画面中有官兵操作着尖端的武器，导弹密集发射升空，又展示了机器狗、战机还有舰船等装备那当然就是要大秀军事肌肉，让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好，那我们看到现在也说日本渔船非法进入这个钓鱼岛领海。那中国大陆这边的海警有进行维权的巡航活动那看到这个是中国的海警局在今天早上宣布说日本的这个瑞宝丸号的渔船非法进入到钓鱼岛的领海。那中国海警的这个舰艇依法对其来采取要管控的措施，而且警告驱离。那日本的第11管区海上
保安本部则说，已经要求入侵钓鱼台领海的大陆海警船离开。所以真的是各说各话，一个说是这个日本的渔船进入到他们的领海，然后一个日本又说是大陆海警船要请他们离开。好，那日本的展示钓鱼台新历史证据，中国大陆外交部有驳斥。我们看到林健他说，日本材料断章取义毫无说服力，而且强调钓鱼台跟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历史经纬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主权归属、历史经纬清楚，法理依据确凿。这方面的证据，包括日本国内的外交档案、地图和历史学者文章，比比皆是。日方挖空心思搜罗一些断章取义、毫无说服力的所谓历史资料，恰恰证明了日方的非法主张根本站不住脚。好，之前曾经在节目上大家就有讨论到说，这个中日的冲突有可能接下来钓鱼岛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这个主要的引爆点所以我们还要持续观察。那但是冲绳的部分则也是中国大陆一直讨论到这个主权未定论的部分。好，我们看到现在日本的官房长官原木忍他在11月30号冲绳县政府的大楼跟这个冲绳的知事玉城丹尼要举行会谈。他们围绕的就是美军的普天间机场那要搬迁到名护市边野古的事宜。好，那因为这个普天间机场是属于在人口稠密比较多的地方。好，这个边野古则是海岸边，人比较少，所以原本就一直在讨论说，这个美军的普天间机场要到这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就算是有对这个冲绳市民来做交代了。好，但是我们看到了玉城，也就是他们的知事是提交了要求放弃边野古搬迁计划的请愿书所以现在双方的隔阂再次凸显。因为日本官房长官认为说，我们这个迁到边野古就代表有全面归还给你们嘛，但是这玉城认为说，我就是不想要美军基地在我们的冲绳。好，所以在冲绳这地方他们自己国内也有一些矛盾。好，那我们看到国际问题学者高志凯则说，是时候在琉球划线了。他说，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包含冲绳本岛，都不是日本的领土范围。他认为是二战盟军最高司令的训令。好，所以琉球本岛的地位并未确定。那最终处置必须经过联合国的决定，而且要尊重是琉球原住民的自决。好，那琉球有事是中国有事吗？现在北京也在打琉球牌来反制我们看到美日有安保条约嘛，那美国的印太计划需要强大的日本，美国还希望日本负担更多保卫第一岛链的计划。好，加上疫后中美的对抗加剧，制造链重组的过程当中，美国更需要跟日本合作。所以中共如果想打琉球牌，其实要考虑美国这一方可能反扑的力道。不过新媒联合早报则说，中国希望借着琉球议题在舆论上牵制日本，但似乎没有必要直接提出领土主张或是立场，因为只要广而宣传，随时保有这张牌就一定能达成所谓的战略效果。好，我们再看现在王毅去哪呢？他去到了俄罗斯。好，那他是这个在今天要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秘书这个绍伊古来举行中俄第20轮的战略安全磋商。那俄罗斯也提供中国大陆免签的优惠那当然就是代表双方麻吉他是以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免除了中国大陆的入关签证。那这措施是立即生效那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14号。中国大陆公民无需签证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俄罗斯旅游或工作，那时间最长就可达到30天。那王毅到俄罗斯出席了这个战略安全磋商，那有学者认为说，这个商业的合作可以应对台独以及日本的右翼。那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他觉得王毅这行不得了因为会聚焦在俄乌的问题之外也会把这个俄罗斯这边跟他的关系进行商讨合作，那要应对台独跟日本的右翼势力。好，首先我们先问的是赖老师，包含解放军最近动作频频，很担心包含了钓鱼岛还有这个琉球的问题，大家担心变成一个军事冲突的爆点。钓鱼岛的问题是
高市早苗另外一个动作了啊，因为他先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么引起这个中日的关系的紧张。川普打了一个电话，他又挑出另外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地位未定论，就是旧金山合约的问题。那旧金山合约大家都知道，大陆的一贯的立场是否认它的合法性，而旧金山合约里面谈到台湾问题，台湾最有关系的就是两岸，不管是当时在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怎么可以讨论台湾的问题？更何况在1950年代的时候，中华民国从1945年就把台湾收回来了，就开始有效治理了。有效治理了，怎么可能突然间在讨论台湾的事？所以旧金山合约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你怎么可以讨论第三方的呢？这个是很奇怪的事。这个就好像说，那干脆中国大陆跟美国两个人谈好以后，是不是签了一个中美的什么条约，把日本就4分5裂刮一刮，或者是中美三方，然后讨论一个合约，然后北海道归这个俄罗斯所有，然后本州九州归中国大陆所有，另外一个归给日本，归给韩国，另外一个归给美国算了，是不是这样子？大家来谈一谈，拆一拆，分一分，然后不用日本人来参与，这不对的嘛？就好像今天的俄乌的一样，可以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形下，几兆双方谈一谈就把乌克兰刮一刮，那就切开了吗？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嘛！青鸟也不要有脑洞，你不要脑袋有洞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有脑洞。你可以飞，但是不要脑洞。那另外一个钓鱼岛的问题是这样子，这个很明显的是高市早苗的第三步了。为什么？因为他刚好就在前几天，就在东京的所谓的领土主权的展示馆展示了您刚刚所说的这个3文件，就是有关于钓鱼岛的3文件。展示完了以后，中国大陆表达强烈的抗议，而且直接就批判了。结果没几天以后，就是12月2号他的渔船就来了，就是那一艘渔船瑞宝丸号渔船就来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有意的安排。有意的安排以后，当然大陆的，因为我们台湾不管了嘛，赖清德不管嘛，赖清德不认为钓鱼岛是我们的，那你不管，那当然大陆帮忙管嘛。那大陆就进来管了，大陆的管的很简单，就是把你赶走。那把你要不就是逮捕，要不就把你逮捕拖回去，要不就是赶走。好，日本的海警船也过来了，然后最后日本的这渔船跑掉了。那为什么高市早苗要做这个动作？要测试你美国在前1个礼拜不是有说这个美日的安保条约基于钓鱼岛，这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上个礼拜才宣布没多久，结果也没看到美国的军队有来这叫什么？原来就是美国的美日安保基于钓鱼岛，就是一张嘴而已，说而已。好，将军怎么看？确实这次钓鱼台这个动作来讲的话，我们好像双方来讲只是过个招而已可是我一直认为说是，如果中日双方这个冲突继续升温来讲的话，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地方就是这钓鱼岛。那从这个事件里面，我分析一下内容给大家听，你就知道说中国硬了，日本软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双方都讲说是双方的船都进入12海里。他说进入领海区，日本说你的海警船，大陆的海警船进入我的领海区，中国大陆也说你的渔船进入我领海区。领海区是什么？12海里叫领海区，12海里到24海里叫毗邻区那可见的这个双方来讲的话，可是中国大陆用的是什么？是海警船，我就用海警船进入这个钓鱼台来宣示我的主权地位那日本来讲的话，他不敢用他的海警船，只敢用渔船，因为他怕说是万一不小心擦枪走火。那中国这个海警船已经在那边蹲了好几天了，而且是带着这种舰炮的，它是056军舰改装的海警船所以说火力确实是很强。那日本很明显的就是怕了嘛，他只敢派渔船来试探一下，因为渔船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海警是不会对渔船动手的了只会驱离它。但是如果说你进来的是日方的海警船，它就有可能双方来讲会可能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会升温。所以我们看到一边只敢派海警船，一边敢派这个一边只敢派
渔船，另外一边是派海警船，双方全部进入这个12海里争议的领海区域。那我们从这个动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确实是这个硬了。那日本来讲的话，在这个钓鱼台这一次的对峙之中是认输了哈，认服软了。那后续来讲的话，如果说高市早苗不赶快将这件事情降温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在钓鱼台的态度一定会持续的强硬哈，然后会不会再因此而擦枪走火？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绍伊古，各位知不知道绍伊古什么人？知不知道？他现在身份是什么？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但是我很尊敬他，我很佩服他。他什么？他是俄罗斯原来的国防部长。俄乌战争刚开始打的时候，是他在担任指挥官的。他打得很好，刚开始这个乌克兰被他打的。所以说，绍伊古是真的是懂得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一个军事出身，有军事背景，而且是真的是参与过这个大战的一个指挥官出身的，所以他对很了解这个事情哈。那王毅跟他见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现在来讲的话，日本这时候挑衅俄罗斯、挑衅韩国、主导会挑衅中国大陆，那你会不会惹起东亚这几个之前跟你有历史恩怨的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哈，一起对付你日本？所以高市早苗你要小心一点，你毕竟是住在东北亚这个地区，你不思考好好跟这边的邻居好好相处，你光想要去挑衅人家。现在好了，现在绍伊古都出面了，那代表中日两国在军事上一定有密切的协调跟联合来修理你日本。袁教授怎么看？我稍微针对于王毅去访问俄罗斯的事情呢，讲到绍伊古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非常重要啊，有3方面的意义。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大家不要忘了，它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大陆傅聪前阵子讲到，应用了这个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敌国条款当中的话，那只要跟美国、英国、法国联系以后呢，那俄罗斯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认同。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俄罗斯的话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俄罗斯对日本的话呢，突然的话呢，就是加重它的军事上的压力。有关于这个南千岛群岛的压力啊什么的，那么这里头当中呢，俄罗斯基本上会认定这个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就是南千岛群岛就是它的领土。那第3点跟这个是配合的哈，就日本其实也是最害怕这件事情也极有可能会发生。就俄罗斯对于这个中国的公民免签证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在欧洲住的时候去俄罗斯的要不要签证，俄罗斯人出来到欧洲来签证也不容易。但是要到俄罗斯的话呢，免签证也是很难的，很少开放的那个俄罗斯的领土太大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30天玩不完的那个到了西伯利亚的话呢，太大了，670万平方公里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最重要的，我个人会觉得说是，你有没有想过南千岛群岛的话呢，如果由中国的基建团队来开发里面盖港口渔船港或是什么开什么铁路什么的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何乐而不为本来就是在开发起来就不容易。鄂霍次克海那边的话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渔业的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俄罗斯的话呢，对大陆直接开放北方四岛的开发的话呢，等于象征性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密切，还有一起要准备收拾，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要这个了解到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联手要给这个日本军事上的压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另外，所以我会觉得说，中国也是完全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在实行。最近的话呢，就是高志凯提到了这个琉球的问题。琉球的问题的话，我记得在这边要非常严正的声明一下，琉球的地位真的是未定论。台湾的地位没有未定论的问题，就在合约的话，我们根本不承认，根本不值得讨论。这是美国一方之间以当时的强大，自己跟日本之间缔造的合约，实际上没有主要，也没有俄罗斯的同意，没有苏联同意，没有中华民国同意，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高志凯讲到琉球人他们跟日本人之间的话呢，从一开始灭国，然后2次大战期间，大家都知道琉球人的公民的伤亡，另外再加上的话呢，日本人允许美军70%以上住在琉球，这个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好，接着带您关心美国总统川普他的 EQ 警价紧后，我们看他他又骂记者了。好，起因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健康疑虑那当然这个是 MRI 属于预防性的检查，也就是因为他最近接受了 MRI 啦，这个说是预防检查。那白宫发言人也说，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非常的良好。好，所以呢，就有记者有问他说这个要不要公布 MRI 的结果？那川普就说，只是做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身体哪个部位又不是大脑出问题因为我有做了很多认知的测试，我考得非常好，得了满分还有就说这个记者说一定无法做到。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If you want to have it released, I'll release it. Can you tell us what they were looking at? For what releasing? No. What part of your body was the MRI looking I at? have no idea. It was just an MRI. What part of the body? It wasn't the brain because I took a cognitive test and I aced it. I got a perfect mark, which you would be incapable of doing. Goodbye, everybody. You too. 好，就是要酸一下记者好，看到了好事多现在也提告川普政府要求关税如果退款的话，就要来停征，而且来退款好，当然这个也跟关税有关。那目前川普是不是也在发战争财呢？我们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跟泽伦斯基在巴黎长谈了数个小时，他有强调欧洲必须要坐上谈判桌来决定关键的条件。好，泽伦斯基则是警告说，俄罗斯其实在加剧飞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试图摧毁乌克兰的抵抗意志。那泽伦斯基也认为是要跟川普先讨论一个关键议题，然后希望美国特使魏科夫访问俄罗斯之后，才能跟川普来进行对话。那目前川普提出的这个结束乌俄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其实蛮明显大家觉得就是偏向俄罗斯。那华尔街日报也说，其实真正的目标是美企抢先回归俄罗斯的市场，那这样子就可以从中来获取丰厚的利益。但现在俄罗斯占领乌东，他们说有2大据点，这是俄方称的那乌克兰当然谈判的压力也是渐渐的在增加当中。那普京就有特别来说，他们攻占的就是红军城，他说这是个很重要的战果，有助于俄军进一步的推进。那部队正在战线加强施压，而且行军相当迅速，敌人显然已经无力应对了，所以他指示国防部跟军方要做好冬季时期的补给工作。那也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战场的部分，也就是委内瑞拉。好，因为最近看到了川普要跟他的国安官员开会，商讨的就是委内瑞拉的议题。白宫发言人说，他可以证实总统会就此议题跟其他诸多的事项，跟他的国安安全团队来进行开会。那华府声称这个举动其实是为了遏制毒品的贩运，但是卡拉卡斯当局也就是委内瑞拉这边认为，推翻这个总统马杜罗的政权其实才是美方的最终目标。好，就像是一个事件因为美军在加勒比海这边对一艘疑似运毒船连续攻击了2次，还执行了这个赫格塞斯，也就是美国战争部长说杀光所有人的指令。但大家就想到在11月30号这一天的时候，川普还曾说过本人不会赞成第2次的攻击那赫格塞斯的这个格杀勿论川普是否认了。结果白宫这边又讲说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有授权海军上将对一艘疑似委内瑞拉运送非法毒品的船只发动多次的攻击，所以就说川普被白宫打脸了好，那是不是要逼马杜罗下台呢？现在有这个迈阿密的先驱报有爆料说，川普有在电话中向马杜罗发出最后通牒，说你可以保全自己跟你最亲近的人，但是你必须立刻辞职，而且离开委内瑞拉。好，这个共和党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军委会议员也说，他们有给马杜罗一个离开的机会。那他们提到他可以离开，而且前往俄罗斯或是别国。好，整个看起来川普的这个部分介入的很深。我们先问赖教授。川普把自己的国内跟国际搞得有点混乱是。那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仍然是一事无成他上台到现在已经现在已经12月了看起来他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搞定即使连贸易协议关税他也没有完全搞定，因为他完成签署的国家没有几个。到目前为止，欧盟也还没签，韩国也还没签，我们台湾也还没签都还在嘴中，还在磋商。所以他原本他认为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签订
50个、100个这个贸易协定，现在算起来一个手指头搞不好都算不完哦。他到目前为止，印尼也不跟他签呢，他没有签几个这个贸易协议下来。那非但没有签下来，现在大家反而都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判决一旦这个川普败诉了，那国内的进口商就会马上要求他要赔偿。那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贝森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是我们看到他国内的官司也会不断。另外，俄乌的问题看起来现在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了，因为乌克兰昨天这个普丁着军装到前线去，到指挥部里面就视察。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代表红军城已经拿下来了。现在目前还有一些乌克兰的残余部队，估计大概1000到2000个人左右还在里面。所以目前来讲是等于是肃清的一个阶段，我们叫做清理战场。那这1-2000个人的生死怎么办？要不就投降，要不就是这个再激战，然后最后可能战死。那要不就是乌克兰的大军又冲进来，然后再度的交战。但是以普丁他到现场去来看的话，那基本上没有几成的把握，没有7-8成的把握，他不会做这个冒险。不是说他的人身安全有问题，而是他的政治声望。所以看起来红军城是打下来，红军城一打下来了以后，涅伯城就堪忧了。另外一个北部的哈尔科夫是乌东地区的大城，第2大城。那这个大城本身的战略要地也被打下来了，所以这个对哈尔科夫本身上百万人的这个大城市来说，也面临了一个越来越急迫的事。可是问题是，欧盟还是一张嘴，因为泽连斯基说：“你不是说要给我10万块吗？10亿欧元吗？你怎么钱都不打来呢？”因为钱不打来，他就没有办法去向美国购买武器。现在的川普是非但不给钱，说你们贪污的太厉害了，要查。那同时要逼着泽连斯基签降书，同时再查他的亲信。你想想看，泽连斯基的办公室的主任，从他在演艺单位就跟他一起去当他经纪人的那一个公司，一起到总统府里面去，然后涉及这么大的贪渎事件，你认为泽连斯基干净吗？你认为跟泽连斯基来往的欧洲的那些领导人，他们干净吗？谁知道那些钱全部都到了泽连斯基的口袋里面？其实我看搞不好脏得不得了。袁教授怎么看？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哈，因为讲到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我心里其实感慨万千呢。我还记得言犹在耳我们这个已经是一直不断的针对于这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做评论了。这是川普说的话。我觉得他当总统以后，他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是如果他当总统，这个冲突不应该发生。那刚刚讲到 MRI 的时候呢，他强调那个脑部其实是暗讽那个拜登总统了，他就一直认为拜登总统脑袋有问题这个大家一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他拿别人的开玩笑就不好啦。不是啦，我不敢。这个川普这个人没有啥道德感，你觉得好不好一轮你觉得好不好的，对川普来讲不发生作用，因为他很重要嘛，他是美国的总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说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的话呢，我现在始终都搞不清楚那个28条经过修正以后，28条我第一次初步看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后来马上就传出来，的确这个是美国的参议员跟卢比欧所交谈的结果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俄罗斯的意见，甚至于说是俄罗斯起草。不过卢比欧后来有改口，说是美国起草，但是有参酌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意见。但是这里头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如果28条里面的话呢，那个普丁是挺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里面加上就是他原来讲的4条就是领土啦，或者说不能加入北约啦，去武装化啦，或者要恢复俄罗斯的尊重以外呢，另外俄罗斯要投资1000亿，然后美国的话来赚取利润的50%。那另外的话呢，俄罗斯要解除一切的经济上的制裁。那么这个讲起来的话呢，当然对俄罗斯是很好的那么但后来又变成了19条，我始终没有看到19条的内容，详细的内容跟原来28条做比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28条里面有2点是我觉得
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100天以内，乌克兰要改选总统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来讲的话，构成很大的威胁。那另外的话呢，我原来看到了，就泽连斯基针对28条里面啊，要调查贪污的问题啊，腐败的问题。啊，泽连斯基好像是有意思要把原来要调查改成大赦啊，是这种情况。那么当然也就说明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是这个美国呢会寄出来啊，又透过司法当成一种武器来做这种贪腐的调查，确实是有效。所以说看这个样子啊，我们目前初步得到的讯息，然后当然呢，这个维科夫现在正在到了莫斯科去跟普丁商量，所以他们之间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不得而知啊。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就是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情况，就自己要发动战争了，然后呢完全不假辞色。大家要知道啊，这个2次攻击把人杀掉是一个非常非常违反人道的行为啊。好，将军，其实这是你讲这2个地方哈，叫沃尔昌斯克。沃尔昌斯克在哪里呢？这个乌克兰来讲，第一大城就是它首都嘛，基辅；第二大城就是哈尔科夫嘛，哈。现在来讲的话，哈尔科夫的正北方哦，距离哈尔科夫市没多远，叫沃尔昌斯克那个地方大概打了1年多哦，现在被打下来了哈。那北方是沃尔昌斯克，右边什么叫做库皮扬斯克，等于哈尔科夫这个城市的北边跟东边都被打下来。它主要那各位可想哈，这个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哈，那更不要说红军城这边。所以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面，如果说要上谈判桌谈判之前，那个时候打的是最血腥、最惨烈的时候，因为双方来讲，谈判双方都希望说是在谈判桌上面能够获得最好的谈判一个结果。在这个时候，在战场上面一定会加大最大的力度在打。所以我看这几天哈，这个俄罗斯来讲，不管是用无人机、用伊斯坎德导弹、用匕首导弹哈，加大对这个乌克兰的攻击，尤其是他打的都是一些能源、一些后勤设施。可以说，今年的冬天，我们看出来乌克兰日子一定会非常的难过。那乌克兰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自己又面临了贪腐案。这个贪腐案非常有意思。我跟你讲，这个贪腐这个人叫谁？是他办公室主任，他名字叫叶尔马克哈。你知道谁？他是被谁查的吗？是乌克兰的反腐局查的。乌克兰的反腐局谁给的钱？我跟你讲，美国 FBI 给的钱。可见呢 ，FBI 已经找那边部件很久。你们这些人谁拿多少钱，谁拿多少钱，我只是压着不放，养案现在来讲，你这个叶尔马克，你这个对28点有意见，我现在就把你的案子掀出来。那你看后续来讲，谁还敢反对？你们这个泽伦斯基底下这些幕僚，谁是干净的？我想没有几个是干净的。那现在来讲，可以。如果说后续来讲，不管怎么样谈判，我觉得全部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了。谁敢讲反对？叶尔马克为什么会被查？就是因为他反对28点嘛，他立刻被查。那现在换了一个谁来当谈判代表？我跟你讲，非常有意思哈。是现在乌克兰担任谈判代表那个人，在美国有6栋别墅，他老婆就住在美国。那现在美国指定这个人来当这个俄乌谈判的乌克兰代表，那你想想，这个人会帮美国讲话，还是帮乌克兰讲话？大家可想而知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乌克兰的国民，当他今年的冬天这么难过，然后人民付出这么大的伤亡损失然后结果高层该贪污的该贪污，那操弄的都只是美国或这些外国国家在操弄。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讽刺？一个国家讲的是民族主义，讲到这种程度，结果只是说对方来讲，认识于你要去谈判是什么人，都由美国来指定。那他指定的是什么人？是他们自己美国人。听说这个新的谈判代表，乌克兰新的谈判代表，他本身就是美国籍。那这个事情在网络上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了。那现在谁敢反对？你敢反对，美国这个 FBI 这个他们的反腐局就把你的所有贪污的资料全部翻出来。那甚至于我想说，泽伦斯基这叫杀鸡儆猴，你知道，敲山震虎。警告的是你后面的泽伦斯基，那你泽伦斯基你干净吗？